他的身影在龙影的压迫下急速暴退，四周充满了造化规则之法，让灭神副府主根本无处可逃。结束吧，比古圣魔尊。小龙尊主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空间，旋即龙影张开的巨嘴之上，一颗能龙之巨球凝聚而成，散发着耀眼的能量曙光。灭神副府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恐，他知道这一击将会是致命的一击。唰，那颗龙之巨球朝着灭神副府主的方向飞去，速度之快让人无法反应。整个空间都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颗飞速而来的龙之巨球上。灭神副府主面对小龙尊主那汹涌而来的龙之巨球，眉宇间闪过一丝决绝。灭神面具。灭神副府主一声低沉吟唱，这是他唯一的底牌。旋即，灭神副府主的脸上突然显露出一张诡异的面具，那抹脸如同深渊中爬出的恶鬼，散发着摄人心魄的恐怖气息。那面具凝聚了无尽的黑暗与恐惧，其上刻满了晦涩难懂的符文，每一笔都蕴含着古老的力量。随着抹脸的诞生，周遭的空间仿佛扭曲变形，呈现出一幅幅破碎的画面。抹脸面具如同深渊的入口，散发出摄人心魄的诡异力量，似乎要将一切光明与力量吞噬，宛如是黑暗中的大魔王，无形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这无尽的魔威气息爆发而出，萧炎以及神元宫等一众人立马脸色一变。那是绝世神器排名第1的灭神面具，这已经不是萧炎第一次见灭神副府主施展出灭神面具的力量了。这时，即便是盘龙的神色都是一变。之前与灭神副府主交过手，可是见识过灭神面具的诡异力量，的确有些棘手。但这也只是对大道之境的主神有着绝对的压制。但是小龙尊主乃是一位造化主神，所以就算是绝世神器第1的灭神面具，也无法做到可以对抗造化主神的攻势。在那诡异的神秘领域中，这里的所有力量都被扭曲被削弱，在这领域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而神秘的气息，仿佛即将面临的是超乎想象的存在。小龙尊主的龙球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华丽的弧线，但距离灭神副府主不到10米距离时，那颗龙之巨球的速度竟是开始受到这里的诡异力量影响减缓，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在领域的深处蔓延。小龙尊主的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他能感受到这方灭神领域中深处所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足以让任何万物之力都陷入这诡异的永恒黑暗中。你以为我会没有留着对付造化主神的手段吗？灭神副府主见到对方的龙之巨球被灭神领域的力量所压制，嘴角终于勾起一抹冷笑，他知道自己的绝招已经生效。怎么可能？这道绝世神器第1的灭神面具怎么可能抵御住造化攻势？两位神殿殿主都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是真的，神元宫的3位主母的呼吸都似乎加重了几分。不对，这次的灭神面具中似乎还存在另一种未知的能量。萧炎与盘龙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所在。没错，你们的感知能力很强，那灭神领域的深处的确有一股可以压制造化神力的能量体。不过你们放心，对方的那股能量体并非完整，只是一缕罢了，所以小龙尊可以应付。在现场的所有众人中，大龙尊主的实力乃是最强的存在，他一眼就看出了灭神领域深处之中的那股未知能量体并非完整的存在，能够减缓我的攻势速度。灭神府的底蕴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居然还隐藏着如此手段。不过很可惜，你这灭神领域中的那一缕能量体想要彻底压制我的造化力量，说还是远远不够。然而面对小龙尊主如此口出狂言的话，灭神副府主只是冷笑一声，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一缕能量体有多特别。虽然只是一缕，但他同样对自己的灭神领域有着绝对的自信。这股能量体可以短暂的压制造化，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击败对方，而是拖延一点时间，让魔神大人赶来这里。有没有够资格？你说了可不算。绝世神器第1的灭神面具加上其中的那一缕能量体，抵挡住你的造化攻击应该还是绰绰有余。在这灭神面具的领域中，此刻的灭神副府主就是领域主宰，在这个领域中任何力量都会被削弱分解。小龙尊主无奈摇摇头，他真的不知道灭神副府主的自信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何为尊龙千变吗？小龙尊主的话语如同神谕，响彻云霄。他伸出手臂，一股无形的玄奥威压弥漫开来，让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那颗原本静默的龙之巨球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转瞬间1000道迷你的龙影从巨球中挣脱而出，它们鳞甲闪亮，腾空而起，犹如1000条龙之齐鸣，搅动着这灭神领域内的气息。这些龙影散发着深不可测的造化之气，它们在空中舞动，编织出一幅幅玄妙的图案，仿佛在讲述着古老神秘的传说一般。随着龙影的弥漫，灭神领域的规则似乎被重新书写，一股股强大的力量如波涛汹涌，冲击着天地万物。那些原本稳固的天穹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变得扭曲起来，
仿佛随时都有崩裂的可能。灭神副府主面对着对方如此强大玄奥的造化神力，面色微微骤变，他的身形如电，急速倒退，留下道道残影。他全力运转着灭神面具的领域力量，试图抵御这来势汹汹的尊龙千变。同时，他将深处存在着的一缕压制造化的能量体给彻底的释放出来，融合着灭神领域的力量，化作一道暗黑的诡异图腾。在那图腾展开的一刹那，爆发出了无与伦比的能量波动，化为领域壁障，试图挡住这无坚不摧的千道龙影冲击。刷刷，千道龙影如同撕裂长空的流星闪电，携带着造化之气的威势，磅礴而至。这股力量仿佛汇聚了天地间所有的精气与灵性，其目标就是那由两种力量凝聚而成的壁障。轰隆！壁障在千道龙影的撞击下，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仿若古老神鼓，敲打着天地的脉搏。造化之气在那道壁障上肆虐着，如同泼墨山水，将一切吞噬于无形。它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让世间万物归于虚无。然而，在那领域壁障之中，有一缕奇异的未知能量体，它在造化之力的洪流中发出对抗的力量。这股未知的能量体蕴含着不可思议的某种神秘力量，它竟能吞噬部分造化之气，以此来增强壁障的坚固程度。尽管这股神秘能量体奋力抵抗，但它也在一缕罢了。如果是完整的能量体，或许还真的能够抵御抗衡住小龙尊主的造化力量，但是仅仅是一缕的这股能量体，可无法对抗千道龙影的造化冲击。千道龙影如同怒海中翻滚的巨浪，无情地席卷一切，所过之处，即便是那未知能量体的顽强抵抗，也瞬间被摧毁得无影无踪。在那一缕能量体的消散，如同夜幕下最后一颗星的陨落，灭神领域内那层如天堑般的防御，在此刻仿若脆弱的琉璃，轻易地碎裂开来。紧接着突如其来的力量风暴，宛如天地初开时的混沌巨响，震撼了整个灭神领域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引得这一方能够削弱一切力量的灭神领域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动荡不已。仅仅只是一缕能量体，还是无法抵挡住造化主神的力量了。灭神副府主的脸色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凝重，他的灭神领域竟是化为脆弱的玻璃，在造化神力面前碎裂开来，无处可逃。他也终于明白了，在造化这股力量面前，不是他所能抗衡的，这是一种掌控着世界生灭规则变幻的玄奥力量。小龙尊主的身影在他眼中变得高大无比，宛如一尊造化之神，站立在浩瀚的天宇之下，似乎下一刻就能挥手间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对方应该还没有施展出全力，造化神力乃是比肩魔神级别的存在，果然恐怖如斯。绝世神器第一的灭神面具也不过如此。小龙尊主的声音带着一丝霸主的龙吟之声响彻天地，他的目光深邃，眼中似有星河旋转，那是对造化之境的理解和深层的掌控。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最强宣言，让灭神副府主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在这位小龙尊主面前，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大到极限的主神力量加上灭神面具，可是说是在造化之下无人能敌，但真正对上一位造化主神的时候，即便有着强大的绝世神器和力量，都无法弥补他们之前的差距。周围的万物一切都在小龙尊主的造化神力下变得扭曲，空间像是被拉长的丝绸，色彩斑斓却又难以捉摸。此时灭神副府主的心灵深处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超越常理对造化神力的恐惧。萧炎盘龙以及两位神殿殿主等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小龙尊主的身上，目睹着那令无数大道主神都无比胆寒的造化神力。小龙尊主的身体周围弥漫着神秘的造化之气，那是超越常人理解的玄奥存在，仅仅只是散发出来就能够让周边发生规则的改变，如此大能简直强到无法想象。你们看到的还只是小龙尊的一部分力量，造化之境的真正力量可不单单只有这样。在一旁的大龙尊主开口，声音中蕴含着独属于他们应龙神族的自信与霸主威严，但他的话语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众人心中的震荡。众人心中惊骇地嘀咕着，造化之境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刚刚如此恐怖的攻势，都还只是小龙尊主释放出了一部分造化，那如果将全部的造化神力爆发出来，那又将会是达到何等恐怖的层次。